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你想一起把家还。一提到投资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实都差不多：麻烦、操心，收益也不一定高，还要处理租客、维修、空置等等。在很多的投资书里边，你都会听到一句话：股票的长期回报最好。但如果你去看现实世界的财富结构，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高净值家庭的资产组合里边，投资房几乎从来没有消失。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投资房会在高净值的家庭的资产结构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呢？如果股票真的那么简单高效，那房地产为什么没有被淘汰？今天这期视频不教你怎么买房，我只用数据和结构带你看清一件事情：投资房在现实世界中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理解这一点往往比要不要买更重要。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在这期视频里，我们先统一一个概念。我这里说的投资房是指非自住房 （non-primary real estate）， 也就是说，这类房产的核心的目的不是自己居住，而是作为资产存在。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当然是出租房，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有些人可能会持有第二套房，持有度假屋，或者持有未来开发用的土地，这些在统计意义上都属于 non-primary real estate。但在现实的世界中，最常见、最典型的投资房形式还是有现金流的出租房。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的所有数据。自住房解决的是生活问题，而投资房解决的是资产结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不同财富阶层的家庭有多少人持有投资房？这张表来自于美联储的家庭金融调查，其实说明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如果你看普通家庭，投资房的持有率其实非常低。在净资产最低的1/4的家庭中，只有大约1%的家庭持有投资房。即使到了中位家庭附近，这个比例也只有个位数。随着净资产阶层的上升，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出现了：投资房的持有率开始快速上升。到了净资产最高的10%的家庭，接近一半的家庭都持有至少一套的投资房。所以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投资房不是全民资产，它并不像自住房那样是一种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拥有的资产。相反，它是一种随着财富层级上升才开始明显出现的结构性资产。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谁持有投资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在这些家庭里边，投资房到底有多大的规模？下面这张表展示的是不同净资产层级家庭平均持有的房地产资产规模。如果你看中等净资产的家庭，他们的房产类资产几乎全部来自于自住房。投资房的规模通常还比较有限，但随着财富层级继续上升，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开始出现：投资房的绝对规模开始快速增长。到了最高净资产的层级，平均持有的投资房价值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的级别。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在高净值的家庭中，投资房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有或者没有的问题，它开始成为一个有实际重量的资产类别。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的两张表放在一起看，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投资房不是一种全民资产，在普通家庭中，它的持有率其实非常低。但随着财富层级的上升，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第一，持有投资房的家庭明显变多；第二，投资房的规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换句话说，投资房并不是一个所有家庭都会拥有的资产，但当家庭的财富开始增长，当他们开始同时关注现金流、资产增长、税务结构，投资房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选中。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家庭的资产结构开始复杂起来，投资房就会反复出现在资产结构中呢？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房地产是不是最好的投资，而是它在资产结构里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在前面我们看到一个现实，投资房并不是全民资产，但随着家庭财富层级上升，它会反复出现。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一部分我不会讲如何买房，也不会讲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把投资房当做一个资产单元，看看它到底提供了什么。如果我们把一套典型的出租房拆开来看，它通常同时提供了3件事情：现金流、杠杆和税务结构。单独来看，每一项都不算特别惊艳，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资产工具。第一是现金流，很多人第一次研究出租房的时候，会期待非常高的现金流，但现实通常不是这样。大多数正常价格买入的出租房，在砍掉房贷、房产税、保险、维修管理费之后，常见的状态是打平、小挣或者相对稳定但不惊艳的回报。比如我们假设一套出租房，每月租金是1500美金，总支出是1204美金，那么现金流大约就是每月296美金。所以出租房的现金流逻辑其实很简单，租金减去运营成本减去贷款等于现金流。这部分现金流往往不是暴利，但它的特点是相对稳定，而且会随着时间慢慢增长。如果租金长期能够覆盖贷款，那么租客其实也是在帮你一点点的减少贷款的本金。所以出租房的现金流更像是一种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个进攻型的收益来源。现实中你不可能把每一套房都做完整的分析，所以很多投资者会先用2个很粗略的经验法则做快速的筛选。其中最常见的是第一1%法则，也就是每月租金除以房价约等于1%。例如房价是15万，月租金是1500美金，1500除以15万约等于1%。一般来说，低于1%现金流会比较困难，接近或高于1%更容易产生现金流。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筛选工具。另一个常见的经验法则叫做50%法则，它的意思是长期来看，出租房的运营费用大约会占到租金的1半左右。这里的费用包括房产税、保险、维修、空置、管理、CapEx， 但不包括贷款。举个例子，如果租金是2000美金，那么大约1000美金会用于运营成本，剩下的1000美金再去支付贷款，剩余的部分才是现金流。第二是杠杆，房地产是极少数几种可以长期合法，而且不需要追加保证金的使用杠杆的资产。比如一套50万美金的房子，你可能只需要10万美金的首付。如果房价上涨了5%，你获得的不是10万的5%，而是50万的5%。所以很多人会把房地产杠杆理解成为收益放大器，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个时间工具，它让你可以更早参与一个长期资产的增长路径。而且和股票的杠杆不同，房地产贷款通常是长期固定利率，不需要每天盯着市场波动。第三是税务，房地产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叫做折旧 depreciation。简单来说，房地产的建筑部分可以在税务上分摊到27.5年。这意味着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一套出租房现金流为正，但税表利润接近于0。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规则，大多数出租房属于 passive activity，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有一份正常的 W2 的工作，再买一套出租房交给物业公司管理，那么这些亏损通常只能抵消租金收入本身，并不能直接抵消 W2 的工资收入。但税法里确实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叫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status。如果家庭中有人真实长期的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房地产管理中，并满足时间要求，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折旧的亏损就可能抵消家庭的部分主动的收入。所以房地产税务的重点不是买房就不用交税，而是现金流和税负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它更像是一种税务延递，而不是免税。而且未来出租房屋的时候还可能产生 depreciation recapture。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房地产的税务
更像是一种延迟纳税，而不是免税。如果我们把出租房当成一个资产单元来看，它通常提供3件事情：第一，稳定的现金流，同时减少贷款的 principal；第二，长期的杠杆；第三，税务递延。每一项单独看都不惊艳，但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资产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当家庭开始关注现金流、杠杆、税务结构的时候，投资房往往会自然出现在资产的组合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房适合所有的家庭，因为它也有非常明显的代价。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资产，只要你持有房产，就一定会遇到各种现实的问题，租客更换、维修、空置期、管理沟通，这些事情不会每天发生，但几乎一定会发生。其次，房地产的流动性比较差，股票可以几秒钟就卖出，但房产交易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所以，如果一个家庭非常重视资金的灵活度、资产的快速变现，房地产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所以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投资房不是被动收入，而是一个需要长期耐心去管理的资产单元。很多房东最后都会发现，房地产不仅是一项投资，也是一项长期的责任。所以，也许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投资房不是致富技巧，而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被反复选择的资产结构。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但当一个家庭开始关注现金流、杠杆、税务结构，投资房往往就会自然地出现在资产的组合中。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股票已经如此的简单高效，房地产在现实的世界里边依然没有被淘汰。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